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联想的 Y460P 的笔记本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哥说的描述故障：开机灯闪一下就自动断电，然后键盘的话缺失了一个 I， 能不能拆掉关区，然后加上物理硬盘？硬盘螺丝不见了，可否附送一颗？老哥我比较黑，一颗螺丝收300。现在充电器我们插上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故障。开机的话可以看到电流跑到 0.2 左右，然后掉电，但是还可以再次上电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一般是 CPU 供电没有出来。我们直接拆机，看看能不能捡一个漏。主板老哥我已经拆出来了。这个老哥这台电脑买了6、7年，居然从来没有拆过，因为里面联想的保修贴居然还在。我是处女拆，这里面非常的脏，而且有进水的痕迹。可以看到这个芯片上面都是水渍，然后这边也都是水渍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有可能不是 CPU 供电没有出来，可能是这些信号不对。我们放大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里都发霉了，然后这边胶贴上面好像也有发霉的地方，这里也发霉了，这里也发霉了。暂时的话我仔细看过，就这2个地方发霉了。老哥已经把主板刷干净了，我们再插上充电器开机看一下。可以看到故障还是一样，看样子没有给它洗好。像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把这里进水腐蚀的地方加焊一下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那就看一下它开机的时候有哪个电压没有出来，那我们就修哪个电压。腐蚀这边看着是这个芯片还有这个芯片有点腐蚀，我们给它加焊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就给它换掉。刚刚老哥在交焊的时候，感觉那个角已经断掉了。我有块差不多的主板，把那个腐蚀的地方都换掉了。现在我们开机看一下，开机可以看到跟刚刚不一样了，可以到 0.37， 刚刚是 0.1几，它现在自动重启了。像这种电流的话应该是会亮的，但是我内存条没有插。如果我内存条插上去的话，应该可以跑到 1.3几，我们看一下。怎么通过用电流看这个机器有没有亮呢？比如说没有插内存条的时候，它电流是一直冲上去的，但是插了内存条以后，它再冲上去以后会有一个回落的过程，然后又冲上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上去了，掉下来，然后又上去，像这样的话应该是亮机了。我们接个屏幕看一下，我们接屏幕开机。妈卖批，妈的，居然没有亮，我操，太尴尬了。刚刚老哥重新插了一下内存条，再开机看一下。联想的 Y460P 的笔记本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哥说的描述故障：开机灯闪一下就自动断电，然后键盘的话缺失了一个 I， 能不能拆掉关区，然后加上物理硬盘？硬盘螺丝不见了，可否附送一颗？老哥我比较黑，一颗螺丝收300。现在充电器我们插上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故障。开机的话可以看到电流跑到 0.2 左右，然后掉电，但是还可以再次上电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一般是 CPU 供电没有出来。我们直接拆机，看看能不能捡一个漏。主板老哥我已经拆出来了。这个老哥这台电脑买了6、7年。居然从来没有拆过，因为里面联想的保全部好的信号。如果说没有这个信号的话，后面这个芯片收不到这个信号的话，它芯片的话肯定会停止工作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号是跑到哪里去。这个信号的话是直接经过一个2413，然后直接跑到南桥里面的。如果说南桥没有收到这个信号的话，肯定是不会继续工作，然后会掉电关机。刚刚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并没有看图，仅仅是靠着3板斧就把它修好了。其实修笔记本的话，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，只要你有足够多的料板，怀疑哪里换哪里，大部分的电脑其实都能修得好。经常有人问我想学修笔记本，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不太行了。大家不要看我每天发视频感觉很赚钱，其实如果做生意的话，哪个行业都一样，你自己做了就知道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